大家好，我係 Rachel。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創新者，城市創科大挑戰就係你盡情發揮嘅最好機會。用你嘅創意同創新力量，以科技方案應對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嘅議題，推動香港邁步向前。讓我哋凝聚力量，建立更加美好嘅香港。今年城市創科大挑戰以智創香港新常態為主題，誠邀你發揮創意思維，締造香港成為更高效率、更互聯同埋更可持續發展嘅城市。跟住落嚟，我哋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城市創科大挑戰嘅兩個議題，同埋我會同大家介紹兩個小工具去幫大家做意念建構。近年世界都非常關注環境嘅可持續性。喺香港，堆填區空間狹小，固體廢物為土地帶嚟沉重嘅負擔，而廚餘幾乎佔堆填區廢物嘅1/3，而喺產生嘅廢物入邊，只有30% 被回收同埋重用。同時喺疫情嘅影響下，外賣訂單大幅增加，一次性餐具同埋容器用量都同時提升。另外，居家抗疫嘅大家都會大顯廚藝，因此家中廚餘量都比之前大大增加。當我哋要了解議題嘅背後成因，最好嘅方法就係聆聽用家嘅需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聽下嚟自 Distinctive Action 嘅 Defana 分享有關現時社會使用塑膠嘅情況啊！大家好，我係 Defana Distinctive Action 嘅創辦人。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用到好多塑膠包裝啦，或者即棄用品，但我哋又未必會去回收或者重用喎。呢一啲塑膠包裝咧喺地球上面咧可能會停留幾百年先至能夠分解，甚至分解咗之後咧，亦都會成為咗微塑膠。透過生物鏈咧就會進入咗一啲動物，甚至我哋嘅人體入邊，其實影響可以好深遠。我相信咧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發現咗自己用塑膠嘅情況咧係多咗好多。喺疫情之前咧，你未必每日會嗌外賣，但係就因為疫情嘅出現啦，又加埋衞生嘅考慮，可能一個星期咧會嗌3至4次外賣，甚至每日都嗌外賣喎。但係你又未必會自備購物袋啦、餐盒或者餐具，咁即係話你每一次嗌外賣嘅時候咧，都會用多咗好多呢啲即棄產品。啱啱9月嘅時候咧，綠色地球咧就出咗一個報告，就指出咧其實餐廳咧嘅外賣量就多咗50%，但係同時間咧我哋用即棄塑膠咧，今年預計到可能會去到150億件。我認為而家最需要解決嘅問題就係塑膠污染、海洋垃圾同埋我哋嘅堆填區接近飽和。如果由品牌同埋生產商開始可以做到源頭減廢，而我哋作為消費者嘅話可以做到3樣嘢 ：reduce、reuse、recycle 嘅話，其實我哋每一年香港嘅固體垃圾量已經可以減少好多。疫情過後，使用一次性產品可能會重新成為生活常態，令到多年嚟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嘅努力前功盡廢。我哋可以點樣令到大家保持住環保意識，同時令大家更願意為環境出一分力呢？另外，為咗鼓勵回收家庭廚餘，現時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案，例如喺住宅區收集廚餘，將廚餘放喺大嶼山嘅 O-Park 循環再造，同時都可以安裝廚餘處理器喺屋企當中。不如咧，我哋又聽下疫情下嘅上班族，佢嘅生活又有啲咩改變呢？我叫 Hannah， 我係一個上班族，平時放工都會同朋友食飯，但係因為疫情咧，咁所以多咗留喺屋企煮飯食，所以咧就發展咗第二個興趣就係煮嘢食啦。我中西餐都會煮嘅，咁平時夜晚咧我哋就會煮中餐，我哋一家人就會食4餸1湯，咁可能就會有雞啦、魚啦、小炒同埋菜同埋湯嘅。如果煮西餐就通常有意粉、牛扒同埋沙律。雖然煮多咗嘢食啦，但係有時都唔想煮，所以就會叫外賣。一叫外賣就有好多嘢食嘅包裝都要抌，譬如啦，我哋叫個湯麵，佢哋都會分開麵、湯同埋啲汁俾我哋。咁如果自己煮嘅話咧，都要抌咗食剩嗰啲嘢食，譬如葱頭啦、魚同雞嘅骨或者湯渣。我都想回收，但係屋苑就冇處理廚餘嘅設施，咁所以最後都要抌咗佢嘅。唔同嘅回收選項都有唔同嘅限制。例如運輸成本、效益等等，但係其實市民嘅參與程度都好影響成件事嘅果效。你哋又有咩創新嘅解決方案，可以促進整個廚餘回收嘅過程，令到市民更加願意處理廚餘呢？相信大家都初步了解咗環境嘅議題。喺下個部分，我哋將會同大家討論一下有關社交聯繫嘅問題。
隨住疫情嘅爆發，在家工作同埋網上學習成為大家一種新嘅常態，同時都令到父母嘅工作同埋孩子嘅學習帶嚟新嘅挑戰。然而並唔係所有人都能夠受益於呢一種新嘅生活模式。由於社交距離受到限制，老年人同埋殘疾人士等嘅群組冇辦法同家人或者看護保持聯繫。同樣，我哋都邀請咗相關嘅用戶去分享一下佢哋嘅見解。Ashley 係一個香港中文大學嘅學生。佢日常都會參與唔同嘅家庭探訪活動，就等我哋聽下究竟低收入家庭而家面對緊咩挑戰啦。大家好，我係 Ashley，咁我仲係一個大學生嚟嘅。咁我嘅日常生活裏邊啦，除咗我會讀書之外咧，其實我都好關注一啲嘅社會議題，例如一啲低收入家庭咁樣。我平時咧就會做好多嘅社區探訪啦，主要係探訪一啲劏房戶啦，或者一啲喺低收入家庭裏邊嘅小朋友。咁一路以嚟，其實基層家庭咧都面對緊好幾個問題嘅。第一個就係學習環境嘅問題啦，因為佢哋嘅經濟環境咧係都比較掹掹緊嘅，就變咗佢哋只可以揀一啲比較窄嘅地方去居住。咁有啲小朋友咧都會因為呢一個原因啦，而冇一啲可以專心嘅地方去温書。例如其實有啲小朋友咧，其實佢會喺床上面温習，或者要等屋企人食飽飯先可以用到張台嚟温書。咁喺學習嘅支援方面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個情況都冇咁理想嘅，因為父母佢哋要長時間去出去工作啦，變咗好多時佢哋有問題咧都冇得問，咁最後咧就會衍生咗一個情況，就係即使有興趣或者有能力讀書，佢哋都會因為呢啲嘅外在因素而局限咗佢哋嘅潛能。喺社交方面啦，咁好多時候呢一啲嘅小朋友都會因為要慳錢，種種嘅原因令到佢哋冇辦法去 join 一啲嘅課外活動，咁佢哋嘅童年時間咧就會少咗一啲可以玩嘅權利同埋一啲開心嘅回憶。咁喺疫情嘅時候啦，其實好多啲嘅低收入家庭兒童咧，佢哋都要屈住喺屋企嗰度，咁就變咗我哋會忽略咗佢一個社交需要啦，去同一啲自己嘅朋友去建立關係。呢一啲咧都係我哋一直以嚟都需要解決嘅問題嚟嘅。網上學習、網上同同學交流，聽上去好似對於年青人唔係一件咁困難嘅事，但原來當中都有唔少嘅挑戰同埋難處。咁你哋有冇啲咩創新嘅方法可以幫佢哋去建立同埋保持一個健康嘅社交聯繫呢？相信透過幾個分享之後，同學們對於以上所講嘅社會問題都有咗初步嘅理解。我哋都非常期待大家參與城市創科大挑戰，為我哋提供更創新嘅意念去解決呢啲問題。下一個部分，我哋會為大家介紹一個思維工具，就係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維。設計思維係一個以人為本去解決問題嘅方法，透過人嘅需求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創新嘅解決方案，並且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可能大家聽完訪問者分享嘅內容，腦入邊已經有唔少嘅 idea 去幫佢哋解決問題。呢個時候，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叫做設計思維嘅工具。咁乜嘢係設計思維呢？不如等我哋而家就一齊嚟睇下啦。設計思維係一個幫助我哋以用家嘅角度去尋求解決辦法嘅工具。唔好以為設計思維只係俾設計師用喎，其實有好多著名嘅企業、初創公司，甚至平常人其實都會用。所以你同我都應該藉住呢一個機會試下實踐設計思維。設計思維一共分為5個元素，透過呢個工具，我哋可以設計出真正被用家需要、有市場價值嘅 idea。如果要一步步咁樣去嘗試，我哋可以將佢分為5個元素：同理心、定義問題、腦震盪、樣本同埋測試。喺發揮同理心嘅階段，我哋希望可以了解目標用戶，由此訂立用戶群組，佢哋正面對緊啲咩問題同埋需要。呢一啲嘅資料可以透過訪問、用戶測試、問卷等形式收集。簡單嚟講，我哋需要同用家對話，理解佢哋嘅諗法、感覺同埋行為。了解完用戶嘅需要，我哋就要去定義問題。我哋要諗下問題嘅根源係啲乜嘢，尋找問題背後嘅原因，讓我哋可以更加有效咁去諗解決方案。當問題被清晰定義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腦震盪嘅部分。喺呢一步，我哋要用盡創意去諗唔同嘅解決方案，
而且越多越好，盡量探索多啲唔同嘅可能性。記住呢一刻唔好否定任何嘅可能性，諗到啲咩就寫低佢，然後你可以喺好多唔同嘅 idea 入邊再決定一個最終方案。當有咗 idea 嘅時候，下一個部分就係樣本製作。樣本可以有唔同嘅形狀、大細，由紙本製作到電子模型都可以。樣本嘅目的係希望令到意念變得更加實在，而且可以向用戶進行測試。透過用戶測試，收集意念嘅可行性，加以改進。藉此，我哋可以喺生產真正嘅產品之前改善意念，以免浪費時間同埋其他資源。設計思維嘅第一步係要發揮同理心，去了解產品或者服務使用者真正嘅問題。我哋喺訪問入邊其實已經初步了解咗某一啲用戶嘅痛點。除此之外，我哋仲可以透過以下幾個問題去更加深入了解用戶嘅需要。首先，第一個問題，而家現況究竟係啲咩呢？透過問呢個問題，你可以更加認清現實嘅狀況，例如究竟有啲咩發生緊，又或者真實嘅數據反映緊啲咩問題。如果以環境議題嚟講，而家外賣嘅訂單大幅增加，一次性餐具同埋容器用量都同時提升，廚餘幾乎佔堆填區廢物嘅1/3。而另一方面，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因為疫情嘅緣故，家人、社工或者看護都唔能夠去探望。低收入家庭嘅小朋友因為屋企資源唔足夠，喺停課期間冇辦法正常上堂，同朋友建立關係。咁呢啲嘅問題為佢哋帶嚟啲咩影響呢？而第二個問題，你可以諗你嘅用戶係邊個？你可以以唔同嘅角度去諗。例如，我哋可以分為3個方面。首先喺個人，可能會有長者、殘疾人士、看護、家人、低收入家庭嘅小朋友、家長、回收人員、家庭主婦或者上班族。而第二方面，你又可以諗下社會，可能係一啲老人院、日間康復中心、慈善機構或者係普羅大眾、餐廳、回收中心或者一啲環保團體。而第三就係政府方面，社會福利署、環境保護署呢啲你都可以去諗。然後你就可以問，究竟有啲咩問題或者影響衍生咗出嚟？例如，當垃圾量大幅上升，會造成啲咩問題呢？可能你會話土地問題。咁之後你又可以諗，有啲咩方案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啊？我哋再舉多個例子，體弱嘅老人家同埋殘疾人士，由於身體嘅狀況未必能夠用到電子產品，因此佢同屋企人或者社會都缺乏聯繫，所以會影響到佢哋嘅情緒，甚至佢哋身體狀況都會受到影響。咁我哋又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當了解咗個用戶，你就需要釐清要解決嘅問題。問題可能會有好多，但係你需要去篩選一個目前最需要解決嘅痛點。之後你就可以發揮你嘅小宇宙去諗唔同嘅解決方案，製作樣本同埋反覆測試。不過以上5個階段通常唔會係一步步嘅線性流程，佢哋可能係會同時進行。假如測試階段發現新嘅問題，我哋就應該再去搜集資料、修正原型，或者分派成員同時進行唔同階段嘅設計思考。其實現時市面都有唔少嘅科技或者政策係解決緊我哋頭先所講嘅問題。好似環境方面，而家市場你可以揾到一啲可以分解嘅一次性餐具，又或者政府已經推出咗一啲回收獎勵計劃，又或者你頭先聽到 Defana 所講嘅 Invisible Bag， 係用一啲環保物質去製成嘅產品，減少對環境嘅影響。喺社交方面，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就會係你上堂都用到嘅 Zoom， 又或者有一間初創公司叫做 Sophia AI， 佢都提供虛擬課室同埋辦公室。市面可能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產品，咁點樣去凸顯你哋 idea 嘅價值呢？證實畫報就可以幫到你哋啦。證實畫報係可以幫你濃縮你嘅意念，佢可以幫你快速咁樣分析方案嘅可行性，將你嘅意念變成一個商業計劃。證實畫報入邊有9格，我哋建議你可以按照以下嘅次序去填寫。首先，我哋需要訂立目標用戶，了解你嘅產品或者服務係幫緊邊一個群組解決問題。好多時候，我哋一開始都會有一個誤解，覺得全世界嘅人都可以係你嘅目標用戶。有效咁樣收集你嘅目標用戶，讓你可以更加清晰咁樣制定你嘅策略。以社交聯繫為例子，
你嘅目標用戶可以係體弱嘅老人家、看護或者低收入家庭嘅兒童。運用顏色去標示出唔同嘅顧客類別，可以幫助你更加方便去分辨唔同嘅群組需要。當你辨識出你嘅目標用戶之後，我哋就可以問：到底佢哋每一個面對緊咩問題呢？喺呢一個方格入邊寫出每一個目標用戶面對緊嘅痛點，例如低收入家庭兒童冇足夠資源進行網上學習或者去見佢哋嘅朋友。另外，疫情底下市民比較關注衛生問題，一次性餐具用量明顯提升，環保意識亦都降低。呢啲都係用戶可能面對緊嘅痛點。精實畫報中間呢一格係獨特價值主張，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格。獨特價值主張列明咗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同市面上面嘅方案有啲咩唔同。點解你嘅客戶要選擇你而唔係其他人呢？每個問題需要配對相關嘅解決方案。呢個部分你除咗諗方案之外，你可以諗多一步去考慮埋顧客嘅用戶體驗。渠道嘅意思係你同目標用戶接觸嘅方法，當中可能有社交媒體平台啦、電郵傳銷或者係用戶體驗活動等等。而收益來源嘅意思係指點樣賺取收益，又或者你嘅收費模式係點樣樣呢？而成本呢一格入邊，你可能需要考慮起動資金、製作樣本同埋最終成品嘅成本。關鍵指標幫助你去量度你嘅業務進度，即係到底你做得好定係唔好呢？開始嘅時候，你可以先訂立一個最關鍵嘅成功指標，例如頭3個月你可以攞到100個新用戶，又或者頭1個月收取到1萬蚊嘅收入等等。嚟到最後一個部分就係填寫不公平嘅競爭優勢，意思係一啲你嘅競爭者冇辦法抄襲到嘅獨特之處，當中可以包括行業嘅優勢，或者團隊喺某個範疇嘅專業技能。如果你暫時未諗到，唔緊要，你哋可以稍後喺你哋意念建構或者產品開發嘅過程再慢慢發掘。相信大家完成咗精實畫報之後，一定能夠寫出一個有創新又具體嘅商業計劃。多謝大家完成呢一個工作坊，希望喺呢個短短嘅時間入邊，可以俾大家學習到一啲基礎嘅技巧同埋方法，幫助大家構思以創新科技出發嘅設計概念，想像同埋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踏上你嘅創科之旅。你係咪已經準備就緒，將創意構思實踐，用創新精神為香港注入新嘅動力？即刻掃描熒幕上面嘅二維碼，登記參加城市創科大挑戰啦！你就係下一個創新者。最後，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有啲咩問題，歡迎透過以下嘅電郵向我哋查詢。多謝大家。